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天皇的日常生活。当然，主要内容都是理论上的或者规定上的。但天皇他也是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严格的按照规定行动。所以，如果没有提到有报道直接说了某位天皇会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大体上都是按照宫内厅的信息。我们主要聚焦在日本天皇的工作、居住和饮食日程，以及经济和私人时间上面。那么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首先来看看天皇的公务。根据日本国宪法，天皇的定义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所以天皇的具体工作就是为了履行这一象征性义务，其实相当的多。当初平成天皇之所以在好几次辞职都被拒绝之后，依然要求让位，理由就是年纪太大了，做不了这么多工作了。首先，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需要履行一部分的国事行为，立国层面最重要的是召集国会，以及向国民公布国会表决通过的法律、预算和条约等等事项。内政层面，天皇还有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任命最高法院院长、确认各个内阁大臣和部分重要官员的任免等义务。外交礼节方面，接受外国大使递交的国书呀，确认外交使节呀，召集授勋仪式呀，这些也是天皇的工作。当外国元首或者皇室成员以国宾的身份到访日本时，日本皇室当然也需要举办欢迎仪式和公众宴会，同时天皇本人也会出访重要友邦，与各国元首建立友好关系。那总之就是一些常见的国家元首的工作，这些代表了日本国家意志的天皇正式工作一般都会在皇居的松之间进行。当然，天皇的公务也并不仅限于这些严肃场合，这些都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象征这一身份的工作，但他还有个作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的身份呢，所以需要维持日本国民对他所作所为的共鸣与尊重。虽然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日本并没有通过宪法来规定，不过也有一些法规和惯例，大概就是要维持心系国民、用度简朴、拥抱普世价值的形象，这样倒是不需要维持能力上特别高大上的人设。基本上日本的每一届天皇都要到所有的都道府县去与国民直接面对面。现在作为惯例的还有天皇会出席一些植树节运动会等等活动。二战之后，基本上日本哪里发生重大灾难时，天皇和皇后需要亲自去受灾地区慰问。此外，天皇还需要对主要产业的贡献者表达感谢，了解和鼓励各个地方特色文化和产业的发展，直接知晓国民福祉的状况等等。还有就是上代天皇在任的最后几年，被认为确实因为年龄而难以完整执行的，但是又是作为天皇最根本的义务之一，主持宫内祭祀。定期的就比如有皇陵祭、神殿祭、新长祭等等，还会有一些临时的以及相隔时间比较久的祭祀活动。虽然这项活动的内容并不公开，不过现有信息来看，应该是由天皇走完自古以来的祈祷流程。由于有长时间跪地、频繁的跪坐和起立交替等等动作，当初对于年龄已经很大的平成天皇而言，确实是极大的负担。而且这种仪式每年都会有好几次。现在天皇还有一个介于国家象征和国民统合象征之间的惯例工作，那就是每年8月15日出席二战战没者追悼仪式，以及亲访国内外的一些二战遗址，表达对战争牺牲者的哀悼。总之，天皇的公务虽然是礼仪性质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元首和延续时间很长的统治家族，各种历史惯例和象征性工作也不少的。那么天皇工作日的一天理论上是怎么度过的呢？工作日天皇按理来说是要早起上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阅读几份普通的报纸和几种专业杂志，之后早餐时间相对自由，和家人一起或者独自早餐都可以，不过早餐吃什么是由宫内厅负责准备的。早餐之后正式进入工作时间，上午基本是文书工作，主要是阅读和签署宫内厅或者是各省厅提交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公布法律和政令的签字、内阁提交的奏折、发送和接收国书等等与国务相关的内容。有宫内祭祀的日子的话，上午则用来为祭祀做准备。上午处理完文书工作，下午就要处理当天的礼仪工作了，比如任命重要的公务员，包括检察院院长、最高法院法官、会计检察院院长、人事院院长、各种代表国家或者元首的使节等等。天皇与各界重要人士的会面、接见外宾和国际机构代表等的活动，一般也都安排在下午。此外，天皇有权在相对闲暇的下午时间邀请日本的专家参与茶会，以便获得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拓展视野。不知道有没有国师教他双赢就是赢2次的智慧。如果没有礼仪宴会的话，晚饭时间开始，天皇的公务就结束了。
天皇的私人时间会怎么过，我们当然是无从确认。那其实公务的部分公开的也不多了，但也有好事者询问过一些天皇私人时间的知情者，但是得到的通常也都是一些公式化的回答，比如与家人共享天伦呀，或者用于兴趣爱好呀之类的。据说平成天皇的兴趣是他的虾虎鱼研究，而令和天皇的兴趣则是中提琴。再来看看天皇的衣食住行，天皇住的地方就叫皇居，当然现在的皇居实际上更像是天皇办公的场所。皇居现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是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所在地改造而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长期居住在东京，这里便成为了新的皇居。皇居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15万平方米，有严格限制进出的区域，也有公开的公园区域。限制区域内最重要的是寓所，这里是天皇和皇后居住以及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寓所的内部呢，被划分为了接待外国元首和大使、举行授勋仪式等等活动的表寓座所，以及天皇夫妇私人生活空间的奥寓座所。而皇居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崔上御苑，这是一片在东京中心的人工森林，曾经是江户城的庭园，似乎是仿照武藏野昔日的自然风貌而建立的。崔上御苑中有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日本皇族走学术道路的话，常常研究的东西都与农业有关，可能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当然，其实日本本就是以农立国的，皇居内也有一块水稻田，不过是否真的要参与这块田的劳动，是看各个天皇自己的风格。寓所之外，皇居里最重要的建筑是宫内三殿，即显所、皇陵殿、神殿。如其名，这里是供奉皇室先祖以及天照大神等的神明的地方。前文提到的各种定期由天皇主持的神道教供奉仪式，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除了皇居之外，天皇家族在日本各地也持有各种产业，现在实际上就是公园的各种御苑，当然和天皇的私人生活已经毫无关系了。各种作为皇家别墅的御用地才是天皇家族真正会去的地方。虽然曾经这种别墅也有不少，但是现在最主要被使用的御用地有3个，一个是以前日本泡沫破裂之后的城市衰退的视频中提到过的腊须御用地，位于利木县腊须町的腊须连山山脚。这个御用地主要是提供广阔的森林和溪流风光，适合散步、自然观察以及各种陆地户外运动。另一个须崎御用地位于静冈县下田市的伊豆半岛海岸边，环境宁静，适合用来度过私人时光。最后一个叶山御用地位于神奈川县叶山町的相模湾海岸，适合各种海滩活动。以前平成天皇就特别喜欢居住于此，并且在这里发现了好几种新物种，他的虾虎鱼研究很多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原则上，天皇在度假期间也需要维持联络畅通，以确保可以随时处理紧急事务。听起来也是悲催社畜的规定，但是除非真的是突发性的礼仪活动或者元首活动，不然我想也没有什么事会去找他吧。而且这些活动本身应该都是很早就计划好的，所以这种规定估计也没有什么机会用上。虽然这些度假别墅产业都是继承下来的，但是要维持还是很花钱，而且天皇家族也有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开支。皇室的花费主要在几个政府预算中，根据日本国宪法和皇室经济法，天皇及皇室成员日常生活的活动所需的经费均由国会批准的预算提供。这些预算大致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内廷费，用于天皇以及皇室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作为个人的祭祀参拜活动、个人的社交费和研究费用等等，总之就是天皇家族的私人生活预算。这个每年的数额都是固定的，天皇使用起来也相对自由。另一个是宫廷费，用于举办仪式、接待国宾，以国家元首身份的接待活动、管理皇居设施，以国民统合象征身份的行幸地方、保护皇室文化财产等的活动。总而言之，就是公务活动预算吧。最后是皇族费，用于确保各个公家成员有能力维持品位的费用。虽然是这样区分了，但是天皇的身份在日本文化习惯上本身就很难区分私人场合和公共场合。据说皇室成员也抱怨过，常常在公务中也要花内廷费。事实上，天皇在很多事情上，公司需求本身就是走得相似的流程。比如天皇的日常饮食和公务宴会都是由大善客来组织。天皇家族日常的衣食住行这些本身也都是特供，像他们日常饮食所用的原材料，基本一开始就是从一些御用农场、御用牧场里生产出来的。规定上呢，天皇的私人花费本身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如果天皇个人想买什么东西的话，通常是让下面的人转交宫内厅职员代为安排，这种做法也是日本几百年的传统了。
总之，这些就是天皇日常的情况的，隐私和信息保护做的还是相当严格的，不容易找到细节信息。当然，只看公开规定和惯例的话，看起来这份工作也不是很闲，私人时间怕是也不多。不过天皇会不会也用自动签字笔来摸鱼，我们就不知道了。毕竟他那个签字也确实只是签个字而已，并不需要他真的去过问。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